为什么周杰伦一开口，80、90甚至00后的青春就回来了？从被吐槽吐字不清的青涩少年，到横扫15座金曲奖的亚洲流行音乐之王，从沉默寡言的音乐怪胎，到喊出华流才是最屌的自信天王。他是七里香里藏满心动的浪漫诗人，是双节棍里挥舞东方武魂的潮流先锋，也是青花瓷中将，千年风雅柔劲旋律的国风画师。本期带你走进周杰伦的传奇人生，致敬我们共同的青春。1979年1月18日，周杰伦出生在台湾新北的一个普通家庭，母亲叶惠美是中学美术老师，父亲是物理老师。4岁那年，叶惠美发现了儿子的音乐天赋，将他送进钢琴班。从此，小周杰伦的整个童年便与琴键紧紧绑在了一起。当别的孩子在外面疯玩时，他却被妈妈逼着坐在钢琴前苦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稍有走神，藤条就会毫不留情地落在手上。多年后，他在听妈妈的话里唱道：“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这其实正是他童年最真实的写照。14岁那年，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这也让原本就内向的少年变得更加沉默孤僻。他开始逃课，躲在琴房里弹琴。中考时因分数不够，连普通高中都进不了，最终靠着钢琴特长才勉强挤进了丹江中学音乐班。然而命运多舛，此后他2次联考均以失败告终，与台北大学音乐系失之交臂。毕业后的周杰伦只能去餐厅当服务生，每天端盘子擦桌子，拿着微薄的薪水。那时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服务生脑海里究竟藏着多少天马行空的旋律。1997年，周杰伦报名参加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因对自己的唱功缺乏信心，他邀请他人演唱自己创作的《梦有翅膀》，自己负责钢琴伴奏。结果那位歌手不了解曲风，在台上的表现一塌糊涂。然而主持人吴宗宪却敏锐地注意到了他的谱曲才华，当即将他签入阿尔法音乐公司。初入公司的周杰伦只是名小小的音乐助理，每天除了写歌就是打杂。期间，吴宗宪演唱了他创作的《你比从前快乐》、《屋顶》等歌曲，反响极好。随后，周杰伦开始尝试为其他知名歌手写歌，却几乎无一例外遭遇退稿。他为张惠妹写的《忍者》被以曲风不合适退回，献给吴宗宪的《龙卷风》和为刘德华打造的《眼泪之道》也均被婉拒。面对接连打击，周杰伦并未放弃，依然埋头苦写。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0年，新任音乐总监杨俊荣偶然听到了周杰伦创作的《可爱女人》录音卡带，他立刻被深深吸引，并震惊地发现这首曲子从作曲、和声到编写竟全由周杰伦一人包办。随后，在吴宗宪的支持下，杨俊荣极力争取到了2000万元新台币经费，决心全力力捧这位被埋没的音乐天才。2000年11月7日，周杰伦在杨俊荣的力荐下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J》。他不仅包办了全碟的作曲、和声及监制工作，更将嘻哈等多元风格完美融合。在那个流行乐坛崇尚字正腔圆的年代，周杰伦这种仿佛嘴里含着热豆腐的独特唱腔异军突起，瞬间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音乐热潮。这张出道之作不仅斩获了 EFP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10大销量国语唱片，主打歌《心情》更是拿下了第24届10大中文金曲金奖。次年，周杰伦凭借该专辑一举夺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不仅充分展现了他惊世的音乐才华，也标志着他正式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1年后，他的第2张专辑《范特西》横空出世，彻底将他推上了天王的宝座。从爱在西元前的穿越浪漫，到简单爱的青涩纯真，再到双节棍的硬核热血，每一首歌都成了大街小巷循环播放的现象级热门单曲。这张专辑在第13届金曲奖上势如破竹，连夺最佳专辑、最佳制作人、最佳作曲人3项重量级大奖。当时的评审甚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张专辑直接把华语流行音乐的水平往前推进了10年。2003年，周杰伦穿着秀龙唐装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被西方媒体称为新一代的亚洲流行天王。西方媒体花了整整6页介绍这个不叛逆不惹事、只会弹钢琴的亚洲小子。此后，周杰伦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而周杰伦的成功绝对离不开那个与他共同改变华语乐坛的男人方文山。1997年，两人在阿尔法公司相识，一个作曲快如流水，年少轻狂，想要打破规则；一个作词慢如磨墨，对文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这2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却碰撞出了最完美的默契，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传奇合作。2003年，以母亲名字命名的专辑《叶惠美》发布，成为了周杰伦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主打歌以父之名在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步首播，逾8亿人同时收听。那一天啊，后来被歌迷称为周杰伦日。这首歌哥特式的暗黑叙事与超前的编曲，即便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誉为超前乐坛20年的神作。而这张专辑里的另一首《东风破》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琵琶、二胡等传统民乐与 rap 节奏完美融合。方文山笔下，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的词句，将古典离愁描绘得如水墨画般凄美。尽管初期曾被质疑是不伦不类，但《东风破》最终火遍大江南北，让中国风这个词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
此后两人又接连推出了《发如雪》《兰亭序》《烟花易冷》等经典，尤其是《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更是家喻户晓。歌词不仅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相关创作手稿及艺术品更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之后，《青花瓷》一举拿下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等多项大奖，彻底奠定了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传奇地位。巅峰之上，争议随之而来。周郎才尽的标签曾像甩不掉的影子，死死贴在他身上。讽刺的是，当年被媒体痛批的11月的肖邦和摩羯座，如今早已被乐迷奉为不可复制的神传。面对质疑，周杰伦选择继续用作品说话，坚持自己的创作节奏。2012年百度沸点庆典上，狂揽3项年度大奖的周杰伦站在聚光灯下，喊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华流才是最屌的。这不是一时兴起的口号，而是贯穿他职业生涯的执着。当被问及是否在抵制韩流时，他淡然补充：会有人误会说我在抵制韩流，其实不是，我只是觉得说华流比韩流更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而他扛起了华语乐坛最重的旗帜，一走就是20多年。截至2026年，周杰伦共获得15座台湾金曲奖，高居榜首。作为唯一把中国风唱进格莱美候选名单的华人，周杰伦用他的音乐让世界看见中华文化之美，让无数年轻人重新爱上古诗词和传统民乐。但你以为周杰伦只会唱歌吗？2005年，他首次主演《头文字 D》，一举拿下金马奖、金像奖双料最佳新演员。2007年，自导自演的《不能说的秘密》成为一代人心中的自月光，同年斩获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奖。2011年参演好莱坞电影《青蜂侠》，将中国功夫带上世界荧幕，看似随性的跨界，实则每一步都精准踩在时代的前沿。2024年12月，周杰伦在台北大巨蛋作为压轴嘉宾登上舞台，没有惊天动地的舞美特效，他只穿着一件简单的针织衫往舞台上一站，全场4万人瞬间沸腾。出道24年，周董用实力证明才华和人品才是永不翻车的顶级流量密码。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靠冰冷数据堆砌出的泡沫，而是一个名字、一段旋律就能瞬间唤醒几代人共同记忆的磅礴力量。从心情到导向，从乐曲到最伟大的作品，那些曾经被吐槽听不清歌词的旋律，早已化作我们刻进肌肉记忆里的青春。这才是真正的亚洲天王。这里是一人一生，聚焦一人，讲述一生。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记得点赞关注。下期想看谁的故事，评论区告诉我。